好，大家周末好啊！今天由于市场波动非常的大，而且出现了一些波动比较大，或者说跟我们预期走势比较差的比较多的这么一个变化，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不给大家读报了。我看看周末有没有时间给大家单独把一些重要的新闻咱们再拿出来看一看。那么今天的这个周末复盘，主要是把我这周整个的交易的思路和交易的过程，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和对交易的复盘反思，今天给大家一个分享，而且是细致的把每个细节过给大家。所以呢，如果大家今天长周末要出去玩，或者是期待着看一个非常轻松的视频，那么今天很可惜不是这样的一个视频。好，那么周中的时候我给大家分享了一个视频，那么这个视频的话，我们讲到了8月收官了以后，市场上仍然是个偏空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预期就是走势大约在3000和3200点之间的位置上形成一个支撑。那么这就是我们一直在等待的买入的机会。那我们从当时的这个角度上来看一看当时这个机会的买入机会是不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机会啊？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60分钟图上的标准普尔。那么标普在60分钟图上，我们看到我们给大家放大一点。那么在这张图上，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什么呢？清晰的看到这里面我们可以画出一个趋势线。那么在没跌到这个位置上之前，这个趋势线就画在这儿。那画在这儿的话，我们指向的就是3902的这个位置。那3902的这个位置上，我不认为说我不认为是个走势就是要完全符合所谓的点位。我们对于走势的一个判断，首先判断的是它的一个强弱关系，而不是在这个点位上盯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是重要的一个我在做预期规划的这么一条线。那么这条线是怎么来的呢？大家看，除了我画了几个点做了一个趋势线之外，我们其实还可以看到这里的一个下跌。每一次大家看这里个地方有一个中枢或者是一个盘整区，它就一定会形成价格的一个什么的记忆，所以第一次价格到了这个位置上就会出现一个反弹。但是市场上走势真的是非常弱，所以它要快速的来到哪呢？来到下一个记忆区。那么下一个记忆区在什么位置呢？下一个记忆区在上一次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这里会形成一个什么呢？新的记忆区。那么上一次的记忆区在这里，那么这里就会形成对市场上的一个反应或支撑。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大的记忆区，那么这个记忆区我们说的这是一个什么？这个是一个交易密集区。那么市场上如果股票跌到这个位置上来了之后，一定会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一个支撑，或者是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反应。哪怕是你再弱的一个趋势，它来到了之前的这个记忆的空间，都会有一个反应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空头在这个位置上会忌惮会出货。这是我们对这个记忆区，或者说记忆区，或者是我们说的是成交密集区或者中枢的概念都可以所画出来这么一个点位的支撑。那么还有一点大家注意看，之前的这个为什么这会形成一个支撑呢？因为这里面也做了一个盘整这里做了盘整，所以说这个位置上的一个成交密集区，这个地方形成的成交密集区会造成我们整个下面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缓冲区。那么这个支撑线画在这里的话，大概率呢就会比较有用。而我们画支撑线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是在这个昨天我们画在这里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位置上进行一个等待在这个位置上进行等待。但是昨天非常好，给了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第一个呢，我们知道市场在昨天，也就是周四，它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恐慌那么我们从哪里看到呢？我在我的视频中给大家都是单个呈现的。那么现在呢，我用这个幸运老师的网站，大家可以，我一会儿会把网址，我这个引用的网址就贴在我们视频的描述栏和下面的这个回复里面。那么它这里面也看到了，就是我常用的，比如说这个麦克米兰的 Oscillator， 它其实有几个已经达到了一个叫做 Extreme Fear 是比较少见的这种，然后这个比较怎么说呢？比较这个 bearish 的一个情况。那么很多的 Money Manager Exposure 是出现了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恐慌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这个 money flow 呢，现在呢反而是一个流入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整体上来看，我们看到的是 sentiment 是 fear， 然后呢这个 neutral， 然后这是 fear， 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个非常 fear 的话，因为这是一个短期的这么一个机会，你们可以把它打开之后，它会给你一个回测。就是这个叫做Macmillan 叫 Oscillator NYSE 和 Macmillan Oscillator Nasdaq 都可以有这个回测，它这里都是达到了一个极端的这么一个区间。那么它这里面呢，就是给出了一个回测，所以说你看到了一个回测，就是它的胜率，然后 Sharpe Ratio 都有。那么就是 Force Fear 买的话，然后平均持仓28天就可以获得收益了。那么它的成功率是有 76%。那么如果你是 Very Fear 买的话，也是 76% 多，也是80多天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如果来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恐慌的这么一个状态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位置上就容易触发一个反弹。但是我们要说，这里面也有一个什么呢？也有一个小的隐忧。隐忧在哪里呢？就是当昨天这一波冲下来的时候，大家看这是一波 A， 这是一个反弹的 B， 但是这个反弹 B 注意是一个次级别的一个反弹，也就是说这都是5分钟级别的一个反弹。那么这个 C 下来的时候，我们发现 C 的能量是比 A 还要大的，所以说我们出现 D 的话，我们要想真正的买点，那么要不然是 D 走出来，要不然是 E 走出来，就是要有一个能量被下跌的能量被消化、被处理和削减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在至少我们现在有一个左侧交易机会，那么这里又有一个趋势线，所以昨天呢，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应该说是非常不错的，包括另外的系统也是后来就直接激发了，大约在昨天中午的时候呢，就是激发了一下先是像麦当劳这样的股票然后呢，我相信我们现在看视频的朋友也都给我们 Discord 里面了。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大家看这个4个指标同时共振，那么就可以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买入了。买入了之后，直接持有就可以了买入之后就直接持有。那么我们再进入5分钟的一个复盘，看看这个地方是怎么做的。那么5分钟的话，我在大约什么地方买入呢？我说是大约就是在这个3900到3910或20之间的这个位置。当时一旦形成了这个 higher low， 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呢，这个位置上进行了一个买入。买入的话，我进的就是 SPY 和 QQ 的正股的这么一个操作。还有一点呢，我就是通过这个上了一些带杠杆的TQQ 还有一些期货的这么一个，主要是做贝塔。那么这里呢，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向上的这么一个盘整。那我这里呢想跟大家多说一句，昨天这一段我其实看到了很多视频博主还有很多群主的一个发言，他们其实在这个地方没有进货，我认为是不应该的，因为昨天的这个买点其实是非常容易抓的。然后呢，如果昨天没进货的人在今天又幸灾乐祸表示自己昨天多么神勇多准，知道这肯定不是一个买点的话，我觉得是水平和意识可能是比较差那其他的也不想多说，因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们在5分钟上你可以看到5分钟的走势，这里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衰减走势因为5分钟这里面我可以看到它走的是一个趋势性的走势类型。那么在这个趋势性的走势类型中，我们看到这里第一个盘整区你可以称为中枢，这里又是一个，然后呢这里又有一个。那么整个下来了之后，这3段下来之后只要出现了一个什么向上的这么一个底部的1分钟，这里就明确的一个底部的结构，一个 W 底一突破，完全这里1分钟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同时在60分钟还给了一个 higher low 的横盘，给我们进行一个加仓的这么一个动作。所以这是我觉得昨天如果没有进场的话，其实是比较可惜，或者说确实是应该非常容易做了。因为昨天这个位置，不管我们说是趋势线也好不管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法也好，如果昨天这个位置上已经计划了这么久还不能进去那我觉得真的是应该那我其实可以怀疑是不是真的在市场中操作这个我觉得就不多说了，又容易得罪人。所以我看到这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已经画好了这个计划之后，这里呢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反应，在这里3903，你不可能精确到每一个点都，但是差不多就可以了。好，那么回到5分钟今天的话，开盘是一个跳空的高开，因为早上我也早起去看非农数据这个东西其实对它的影响不会特别大
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期货在夜盘的时候，我先把这些系统关掉。期货在夜盘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拉升，我一看早盘拉升不错其实在这个位置上呢，我其实就没有做太多的一个动作。那么早盘的话，其实压力很大，因为什么呢？因为昨天买入的这个位置大约在 3.20 到 3.24 之间，其实仓位是非常大的，仓位非常大了之后，早盘一个快速回拉，其实呢就把很多的利润进行了一个回吐。但是我在做一个分析的时候，早盘我这里呢，早盘这个位置上我其实是并没有出。为什么呢？因为早盘没有出，是因为我在这个早盘的时候我看到了5分钟的走势，这里没有走完回补了缺口之后上去，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是，它不仅回补了5分钟的这个缺口当然你可以说没有了，就是它回拉了之后，直接拉上去之后突破了这个高点，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强势的高位的一个盘整的这么一个操作。那么在高位的盘整过程中呢，当时的我一看12点中午了，那么这个位置上选择的就是应该是差不多了，差不多什么？今天该休息了，看看它是这里是走上去还是进行一个回调，在这里进行一个回调。那么我在中午给出了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我觉得我是一直是看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就是什么状态呢？就是我在中午的对市场的这么一个分析这市场的一个分析是什么样的呢？市场的分析我认为是一个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震荡走势，就是这样的这么一个走势这是我一直是一个看法。那么但是市场给出的它的这个走势是比我的预期要弱非常非常多的要弱非常非常多的，所以我的判断在这个位置上应该说5分钟的判断它是错的，也就是市场并没有按照我的判断走。我的判断是在这个5分钟，如果它向上攻，那么这个地方1分钟走势就要结束了，它应该在这进行一个盘整，然后再上。那么5分钟的走势，如果这个位置上回调，应该是回调一个宽幅的震荡是比较强势走出来。但是今天走出了一个跌破了整个开盘价3970的这么一个位置。那么我相信在交易的过程中，如果你真的有仓位，一定这个时候脑袋会发什么呢？发懵。那么再回到昨天我们所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操作，就是因为昨天这个地方买它弹上了非常多了，所以我们这一波操作最差你也不能亏钱，就是我们最差我们不能亏钱。那么我这个时候呢，就是真正帮助我的有第一点，就是我的这里面的一个自动化交易程序，它直接给出了一个什么卖出，就是在这儿直接就给卖出了。那么我必须得说，那么确实是确实这个盈利现在只剩30%多了，本来是10%几的。那么我们的 YTD 现在呢胜率是在35%，然后今天的 YTD 是128%。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跟随的状态。今天这个系统我对它是非常有信心的，所以它一出，这个时候看到我的自己写的系统，我一看出这个地方，我就什么呢？对我的这个杠杆仓位进行了全面的一个清仓。这是这个信号出来之后，所以不是因为我看到这个信号日内，因为日内的我反应是不太快的，因为当它跌破了这个里，其实是应该是有一个空仓进场的。我们事后分析很容易，当时中午的话就有点大意了，准备下班了。那么这里一旦跌破的话，那么快速跌破了这个位置，我就知道确实是有问题。所以我们首先我并没有想到的是做空，而是快速的进行一个仓位的一个补救，或者说仓位的这么一个减少。好，那么1分钟下来之后，然后呢，我30分钟出来之后，我又看到了另外一个什么信号呢？就是我另外的一个我们的期货这个系统。我在这个期货系统里，我自己的系统也是帮了我一个忙，是帮了一个什么忙呢？是因为我在做这个期货系统的过程中，我也是拿这个 NQ 的，我发现这个地方系统在这里面给我下了一个空仓，所以我自己做的话，我发现这个系统在我下空仓了以后，我这个时候呢也是加了很多的小心，所以怎么说呢？是自己写了这些系统对我进行一个辅助。所以今天如果你没有反应过来，我不觉得也是有什么可着急的，只是说有点像这一波，有点像已经快到肚子里消化掉的鸡腿肉，重新被人拿手掏了出来那种感觉，就是已经到嘴边的鸭子被人再拿走的感觉，其实是非常不好的，或者说非常不爽的。然后呢，我们再看5分钟这个地方再跌破这个开盘价的时候，我这意味着今天的整个的
盈利就已经变成了负数，那么我这个时候昨天所有的仓位就全部要出清了全部要出清了。那么我觉得这就是整个我从小时级5分钟和1分钟，还有今天我是怎么做到这个决策。我并不觉得自己什么所谓的反应很快，或者说我很英明，而是很多的辅助工具其实帮助到我了。之后还有一点就是周五容易有点大意，那么我的判断在这个位置上，我判断是很强，这个走势并没有很弱，是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盘整区或者中枢，而这个波直接打上去了是比较强的，它大概率会走这样的一个盘整，相对来说再出去完成这一波的走势，但今天直接就灌下来了也是多头完全没有一个抵抗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就是事实的发生，我们作为交易者只是在这个针对这个事实的过程中对它进行一个应对。所以这个位置上完成了以后，那么基本上我认为就是从昨天第一点买入的这些仓位到今天来说，也就是获利部分几乎是大幅的回吐。那么对于一个交易者来说，其实不是亏钱了，而是心里非常不舒服，是因为你在这个地方抓到了一个等了很长时间抓到了一个机会，而这个机会没有为你带来盈利，但是这就是交易的本质，这本身我们就有很大的一个波动性。那么既然我们的交易是有很大的波动性，就意味着你不可能长胜，或者是不可能永远持守，一定会有一些意外发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做好应对，千万不让本金受损失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再说一下后期的一个应对。后期的应对的话，我今天其实贴在我们这个Discord 里面，我这发现呢，其实有朋友问在后面该如何去这个应对。那么后面的应对呢，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还是画这条线。那么在盘后的时候或者盘中的时候，最后尾盘已经又来打到了3900和3910的这个位置，但是这个心态对于多头的心态其实打击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就是对它进行一个什么呢，进行一个判断的话，我要判断它的话，我要对它进行一个多种或者说不同情况的一个应对。那么这个多种不同情况的应对呢，我们要分成几种情况进行一个讨论。那么首先呢，是你不能排除这个地方形成二次探底的 W 底再次向上，也就是今天很多人在这里反而还下了大量的空仓去做空。我觉得你从日内的一个走势确实偏弱，但是隔了3天的假期今天发生了所谓的信息，其实我没有看太多新闻，我看的就是耶伦讲话，还有关于就是俄国的一个更新。我不认为那个是一个如此所谓的一个能影响股指这么多的一个黑天鹅事件。那么是不是市场反应过激，或者说市场产生有一些新的消息，在周末的时候它会发生一个对它进行一个digest， 就是一个消化，然后礼拜一如果发现没有问题了，或者是利多了，那么这个时候一定会高开。那么高开之后，我们的止损点仍然是在3910附近的这么一条线上。那么在这条线上，我们就可以再次选择做多进场。那么前提是高开继续向上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至少做一波5分钟级别的。那5分钟级别大约在2到3天的这么一个盘整。之前我也认为这一波会是一个5分钟级别2到3天的一个盘整，但是没想到走了就整整就是只有一个交易日，因为今天半个交易日和昨天的半个交易日就一个交易日就结束了。所以它不构成5分钟级别的，它是个1分钟级别的走势。那么在下来了之后，这个1分钟级别的走势如果没有跳空高开，那么这个跳空高开的走势我们就知道它有可能会跳空低开。那么如果跳空低开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价格要打入了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整个这一波上涨就全部被什么呢？全部被消化或者被消灭掉了。那么这一波这么大的一个反弹，20%多的这么一个反弹，那么整个这个被你完全消化掉的时候，那么市场上的信心对多头的信心的打击会是极其重大的。那么这样的话，市场将会在阻力上什么位置？这个聚集区也就是3800或3750附近形成新的抵抗，或者说如果抵抗不足，我觉得这个地方很有可能走加速。如果是向下的一个跳空走加速，那么它有可能快速的就去新低。这是完全不能排除的，而且这是一个很大的可能。如果周一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跳空低开那么还有一种比较恶心的可能是什么？在这个位置上减速开始上下的一个折腾，向下折腾反转向上，或者上下折腾反转向下。那么不管如何，我的交易计划的应对就是高开我们要进行做多，
然后呢，止损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位，它不会高开2%以上的，大家注意，就是高开一部分，我们就可以把这一部分作为我们的止损，损益比是非常合理的。那么低开向下的话，也不勉强做空，为什么？因为这里又打入了之前的这个成交密集区，也就是这个中枢内。那么如果快速脱离它，那是另外的一个故事了。那么如果平开或者高开低开走的比较弱，我们再根据它的走势进行一个重新的评估与判断啊，重新评估与判断。所以呢，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整个的一个分析的这个过程。那么这个分析过程呢，基本上就是走势道、消息道的这么一个原理，包括我们整个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啊，我整个的这个思维逻辑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会不太高兴，或者是比较沮丧，遇到这样的一个行情。或者说是你不是做多的，你做空，你可能也觉得今天踏空了，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啊。如果今天抓到了非常好的机会，也是恭喜你，非常棒。那么如果没有抓到的话，也没有什么遗憾的。那我只是想说的是，如果昨天的这个机会你没有抓到，今天反而幸灾乐祸，那么或者说是马后炮吹牛，我倒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差的这么一个表现，我是非常不喜欢。所以当然了，每个人有表达自己的自由，我只是发表我的这么一个看法。那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那么大家知道，用下面的链接福特牛的开户呢，会给10股什么股票，然后我还会送给你这个简单交易系统。然后呢，我的交易系统在这里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简单交易也好，还有就是完美风暴啊，日线级别的完美风暴交易系统，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试用。那么今天呢，我的视频就讲到这里。今天内容比较干，内容比较硬核啊，希望大家如果你能坚持到这里的话，给自己点个赞。祝大家周末愉快！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给我们1键3连，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再见，拜拜。